欢迎来到爱欲哲学。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今天的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会谈恋爱了？这听起来应该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时代啊，拥有前所未有的恋爱知识，对吧？你打开手机，到处都是情感博主、心理测评专家、亲密关系分析师在教你恋爱技巧，对吧？有人教你识别回避型依恋，有人教你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你，有人教你如何提供情绪价值，有人教你如何建立边界，有人教你如何及时止损，甚至连什么时候回消息啊，说哪句话显得不掉价，怎样展示高价值，怎样让对方更在乎你，都能找到一整套标准答案。你可以在1分钟之内学会5种通过 PUA 的方式让对方上头的方法，在3分钟之内学会10个判断关系是否健康的信号。你可以学会如何推拉，如何拿捏，如何制造吸引力，如何避免暴露需求，如何在暧昧关系里保持体面。这按理说啊，装备这么齐全，我们应该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会爱，对不对？可奇怪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反而不会爱了，越来越多的人都陷入了爱无能的境况之中。为什么我们学会了很多恋爱技巧，却反而不会爱了呢？因为所有这些恋爱技巧都在教你怎么做，但却没有一个技巧能够真正回答为什么。恋爱技巧可以教你不要秒回，要保持神秘感，不要太快暴露需求。可是他并没有真正回答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暴露需求是一种失败，为什么我比对方更爱会让我产生羞耻感。恋爱技巧可以教你要及时止损，要建立边界。可是他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我们会害怕亲密，想要提前撤退。恋爱技巧可以教你降低期待，不要把对方理想化。可他并没有回答为什么爱情中总是带着幻想。而真正回答这些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就是哲学的任务了。哲学并不教你怎么回消息，怎么推拉，怎么拿捏。哲学做的是另外一件事儿，它帮你理清爱欲机制的底层逻辑。它所追问的是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爱，为什么会这样痛，我们的爱欲到底在寻求什么？让我们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学会了如此多的恋爱技巧，反而更不会爱了呢？是因为啊，如果那些更深的关于为什么和是什么的哲学问题没有被看见，那么表面上的技巧学得越多，反而可能越内耗。因为你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恋爱做题家，也会把每一次心动都变成分析题，把每一次聊天都变成博弈题，把每一次失望都变成判断题。对方没回消息，你开始分析；对方语气变淡，你开始复盘；对方有点不确定，你立刻开始打分。你以为自己更会爱了，但其实就像一个不知道底层原理却每天都在机械的做题的学生会最终厌学一样。你这个只会做题的恋爱做题家，当然不是更会爱了，而是更累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走出爱情中的痛苦与内耗，光学恋爱技巧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哲学层面看懂爱欲本身。比如你以为自己只是因为对方不够爱你而痛苦，但黑格尔会告诉你，人在爱里面寻求的不只是陪伴和快乐，而是承认。你以为自己只是因为对方回复太慢而焦虑，但科耶夫会告诉你，人真正欲望的往往并不是一个对象，而是成为他人的欲望。你以为自己只是太恋爱脑，太容易上头，但拉康会告诉你，爱情里面从来不只有2个人，还有幻想。你以为自己只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会止损，但韩炳哲会告诉你，也许这不是清醒，而是绩效社会规训了你的爱欲。当然，哲学并不是特效药啊，它不会让你在失恋的时候立刻停止难过啊，也不会让你在焦虑的时候瞬间平静下来。但是啊，哲学会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它会改变你看待这些痛苦和内耗的方式。要知道啊，这个内耗最折磨人的地方啊，就是当你处在痛苦和内耗之中，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般痛苦。当然，知道为什么并不会让我们立刻变得不再痛苦和内耗啊，但是哲学会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原认知的能力。所谓这个原认知啊，简单说就是你不仅在经历自己的情绪，你还能稍微跳出来一点，反过头来看见这个正在经历情绪的自己。你还是会难过，还是会上头，还是会在深夜等一条消息。但是这一次你能多出一个视角看见，哦，原来此刻我是在寻求承认，哦，原来我不是单纯喜欢这个人，我也在把某些幻想投射到他身上，哦，原来我想撤退并不是因为这段关系真的危险，而是因为我还不太会承受亲密关系里的不确定。这个看见非常重要。
这个看见并不等于立刻解决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焦虑，并不会马上就不焦虑了。但是呢，当你跳出来，反过头来看见那个为情所困、躺在地上满地打滚、浑身抽搐的自己虽然这个跳出来的你也未必能立刻就把躺地上你给拽起来你可能还是要滚一会儿，还是要哭一会儿，还是要反复打开聊天框看一看。但是至少你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滚了，对不对？至少你不再只是简单的骂自己没出息，至少你能像一个朋友那样对自己说，那你现在这样并不是因为你坏掉了，而是因为你在爱里面触碰到了一个很深的东西。当痛苦变得可以理解，它就不再只是惩罚了，它可能变成一种认识你自己的入口。你会通过爱情看见自己的匮乏，看见自己的恐惧，看见自己的自恋，看见自己的控制欲，看见自己对完美关系的幻想，也看见自己仍然没有完全放弃被爱的愿望。哲学反思不是让你嘲笑这些东西，而是让你能够更真诚地面对它们。所以我们这门爱与哲学的课程不是一门教你怎么谈恋爱的技巧课我们不教话术，不给 SOP 不承诺3天找到真爱这门课做的是把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一批头脑请出来，让他们用几百年的哲学思考，帮你把那些在爱与关系中困住你的问题一个一个的看清楚。我们这里先跟大家捋一下这门爱与哲学课程的内容概览我们这门课分为4个部分，总共10讲。第一个部分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的爱欲到底在寻求什么？那在第2讲谁跟爱谁就输了之中，黑格尔会告诉我们，我们在爱中寻求的并不是快乐或者欢愉，我们其实寻求的是他者的承认。因此呢，爱与关系中难免就会有一种谁跟爱谁就输了的权力博弈关系。而到了第3讲中，拉康在黑格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在爱中寻求的仅仅是对方的承认吗？其实我们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误认，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往往是以幻想作为中介的。我们以为自己爱上了一个人，其实我们爱上的是对方身上那个让自己看起来更完整、更可爱、更有价值的影子。所以成熟的爱不是从来没有幻想，而是穿越幻想之后仍然愿意重新看见这个真实的人。那到了课程的第2部分，我们探讨的是如何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无能，对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爱情真累人，再也不会爱了。那第4讲韩炳哲会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在的人爱欲已死了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绩效社会里，每个人都被训练成一个需要不断优化的项目。工作要优化，身材要优化，情绪要优化，就连爱情也被我们当成项目来优化。于是上班做项目，下班已经很累了，还要做爱情这个项目，那当然再也不会爱了。我们会在这一讲里讨论如何重新面对他者，重新理解否定性，重新保留距离，让爱欲从绩效社会的管理逻辑里面慢慢逃出来。第5讲我们会探讨现在人们特别爱提起的一个词，那就是情绪价值今天很多人谈恋爱不只是问对方爱不爱我，而是问对方有没有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这个词当然不完全错但是一旦我们开始把理解和陪伴都叫做价值，爱情就很容易从一种具体的关系变成一套可以打分比较替换的情绪服务，这当然也是一种爱与之死的状态。对这个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会帮助我们看见，在这个爱被交换逻辑改写的时代，我们如何在需要回应的同时，不把对方降格为情绪服务的提供者。然后课程的第3部分，我们会探讨怎样应对爱情中的痛苦。那第6讲讲的是，当我们对一个人上头了怎么办今天的人喜欢把这种心动叫做 crush 当然会让人痛苦，因为它让我们失控，让我们反复想起一个人，让我们在还没有真正进入关系时就已经被关系牵动。但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会告诉我们，爱情本来就不是一个可预测可操控的工程，而是一个事件，它突然发生，打断你原有的生活秩序，也让你有机会重新观看这个世界。问题不是我们应不应该行动，而是我们在行动之后如何不把它变成一场自我折磨。第7讲我们会讨论冷亲密。当我们发现对方好像没有那么爱我，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撤退只要我先不爱，好像我就不会受伤。那面对这种越在乎越退缩的困境，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斯会帮助我们分析，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擅长保护自己，却越来越难真正靠近别人。我们要学习分辨，有些撤退是必要的自救，有些撤退却只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不确定都当成了危险。第8讲我们会讨论浪漫爱的神话。我们为什么会在爱情中感到痛苦和内耗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被浪漫爱的神话所绑架了。我们以为现实中的爱情必须像影视文学作品里面那样命中注定，一眼万年，永远热烈，完全契合，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可现实中的爱情不是这样的。
那这一讲就要帮助我们打破这种浪漫爱的神话，看看这些爱情剧本到底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以及我们如何在没有神话保证的情况下，仍然认真对待一段真实的关系。第9讲我们会讨论今天非常流行也非常危险的一种爱情想象，那就是 PUA 式的操作逻辑。我们默认真诚是危险的，给予是吃亏的，主动是掉价的，谁更需要谁就输了。但哲学家弗洛姆会告诉我们， PUA 式的逻辑正说明我们把爱理解错了。爱确实需要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不是操控别人，而是一种给予、纪律、集中和耐心。爱不是拿捏的艺术，而是差异的艺术；不是榨取别人的价值，而是让两个不同的人在不互相吞掉彼此的前提下，慢慢学习靠近。最后一讲第10讲，我们会用一句流行语来收束这门课，那就是智者不入爱河。可是我们会问，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一个人看清了爱里面有承认、有误认、有幻想、有风险、有博弈、有失望和不确定，他是不是就应该从此远离爱情，做一个永远安全、永远理性、永远不会受伤的智者？这门课最后给出的答案是不，真正的智者也会入爱河，只不过智者入爱河不是稀里糊涂的爱，不是被套路推着走，而是在看清爱欲的复杂之后，依然带着更多的坦然、清醒与勇敢，走向另一个真实的人。这门爱欲哲学课呢，是一门小课啊，总共也就10讲，这个价格很便宜啊，欢迎你报名收看。报名方式就是置顶评论或者私信我爱欲哲学。总之呢，我们学爱欲哲学啊，不是要让你成为一个永远理性、永远正确、永远不会受伤的人啊，那样的人也许很安全，但也很难真正活着。这门课程呢，想帮你成为的是一个更清醒也更温柔的人。清醒是因为你能看见爱与你的机制，温柔是因为你不再把自己的每一次痛苦都当作罪证。这门课程也不是要把爱拆解的毫无魅力啊，恰恰相反，是为了在看清爱欲的复杂之后，仍然愿意勇敢去爱。真正的勇气啊，并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你看清楚了爱里面的风险、幻觉、博弈、失望和不确定之后，仍然选择走向另一个人。如果你愿意，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一起用哲学看懂爱欲，也看懂那个在爱里面反复受伤、反复期待、反复挣扎，却仍然没有放弃去爱的自己。那下一讲呢，我们就从那一句最常见也最冷酷的话题开始，那就是谁更爱，谁就输了吗？爱与哲学，我们下讲见。